乐高宝马摩托的发布开启了大比例摩托时代，伴随它的热销，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1:1盗版套装，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产品牌推出了自己的原创设计。今天给大家评测的就是这辆长45厘米、带4档变速箱、发动机联动、前轮转向，另外还有前后避震，也就是由森宝积木原创设计的兰博大魔王摩托，套装编号713800，一共包括1720片零件。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成品。首先从外形来看，我们并不太能够看出它的原型车。从侧面这里的散热器风扇来看，这似乎是一辆概念摩托。那如果有知道它的原型车的玩家，也可以把自己的判断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哦。在体积方面，它的整体尺寸和乐高宝马摩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要稍微矮一点。整个套装使用了不少的电镀或者滚镀工艺的零件，包括前后轮毂、刹车卡钳和刹车碟片、底部的散热器以及部分外观模块。同时，部分碳纤维质感的科技面板也是使用了印刷件。那两侧的前大灯，还有3个尾灯，甚至使用了荧光零件。那关了灯，这个效果大家也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哦。在功能方面，首先前后避震回弹，那测试下来还是非常顺畅的。然后是前轮转向，测试下来这个转向幅度和乐高宝马摩托差不多。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变速箱换挡以及发动机和后轮之间的联动。那因为按照官方拼搭手册，这里的链条相对还是比较松的，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它去掉一节。同时我们在前方发动机位置这里接入一个十字轴连接件，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的观察。那换挡手感测试下来没有问题，表现的也非常的顺滑。在手动转动后轮的情况下，除了一个档位稍微有点卡以外，另外3个档位的表现都还不错。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在不同档位下，发动机和后轮之间的传动比是有区别的。接下来我们来加大测试难度，也就是在发动机位置插入电机来看一下它的联动表现。那经过测试可以看到，由于此时动力是从发动机进入，和刚才手动测试环节是相反的，所以刚才最顺畅的那个档，在这个时候呢，也就表现得最为卡顿，而刚才卡顿的那个档，此时也就表现得最为顺畅。整体来看，这款摩托的功能测试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发动机、变速箱和后轮之间是采用链条传动，即便是乐高宝马摩托，也有不少玩家反馈某个档的联动有碰到比较卡顿的问题。不过拼搭过程倒是有一些小槽点。首先是这款套装在内部结构方面，可能是顾及到整体外观表现，所以在内部基本上没有做什么零件分色的工作。可以看到几乎清一色的是黑色零件。那反观乐高，首先我们在外观面上可以看到相对比较多的各种各样颜色的轴销零件，同时透过外观的缝隙看进去的话，也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些比如浅灰色的零件，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齿轮零件，所以这一点应该是大部分国产积木应该进一步提高的地方。良好的零件分色可以提高拼搭过程中的找件效率和舒适度。另外，这款套装的贴纸同样还是采用了转印贴纸，粘贴后的效果非常不错。不过粘贴过程需要更仔细一点，因为粘错了基本是不能重来的。不过好在它的贴纸数量比乐高宝马摩托要少很多。在成品的牢固度方面，经过测试，这款摩托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整个骨架比较结实，设计师基本也做到了对所有科技面板的角度的固定。比如在侧边这里的一块11946科技面板，设计师为了固定它的角度，还加入了一根短棍零件。和乐高宝马摩托一样，这款摩托也是配了一个展示台以及一个起车架。不过如果按照官方手册来拼，摩托放在展示架上的时候，因为整个重心比较靠后，所以车身后部会像这样掉下去。不过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们只需要把展示架上的2个模块拆下来，然后向后移动1个单位就可以啦。那这款摩托的拼搭大概需要8到10个小时。在拼搭过程中，我们可以对这个变速箱做一些测试的工作。整个拼搭过程除了刚才提到的零件分色问题，其他方面基本没有问题。好啦，最后看一下包装方面，非常大的一个天地盖彩盒，右上角标注了套装编号、零件数以及年龄定位等信息。不过我们认为这款套装的难度应该至少在12加或者14加的水平。彩盒的背面对这款摩托的一些设计点进行了图示展示。打开彩盒，里面一共有2个零件分盒，1720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4个大步骤分包。拼搭手册1本，一共255步，步均6.7个零件。好啦，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